各位好，这是我们频道2500订阅的大感谢啊。那按照惯例，每次增加500个订阅啊，会简单的做一期互动啊，主要呢也是挑选一些大家近期的这个留言啊，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。其实这种做法呢，最近变频繁了啊。如果我频道的老观众应该注意得到，我即便在日常的节目当中，如果发现比较有意思的啊、值得一聊的留言，我也会专门做一期节目去聊。最典型的呢是最近的那一期是聊什么来着？聊 FaceTime 还是聊什么？反正有一期啊，脑子现在不好了。记忆力极度下降，成为了这个热点啊，也瞬间那个上千次的播放量。那个呢也是歪打正着，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天。本来以为是个小众的节目，结果没想到这个话题呢引爆了热点。还有观众在下面留言说：“我终于找到了，这个流量的密码啊！”我说：“是的啊，好像我是觉得找到了，但是我会控制自己啊。”就是流量呢，只是随缘但是呢，我做节目做什么内容，不会因为什么流量，什么能带来流量啊，就才在故意去做什么节目啊。这个在我后面的几期节目当中，大家也看得出来。比如说我做这个怎么聊天啊，怎么说话这期节目也是观众点播，然后就发现他的这个近期的播放量是倒数第二啊，因为从第1名到第10名嘛 ，YouTube 每次会给你最近的10期节目，在刚刚发售多少时间内的这个播放量排名，它排倒数第二，仅次于更换壁纸那一期节目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这个，请各位也放心啊，不会因为这个流量就一直，顺着流量走啊，还是会顺着我的心意走，顺着大家的需求来走。今天呢，主要的其实还是要突出感谢啊，谢谢各位2500啊，1个月的时间啊，涨了500啊，我觉得个人来讲还是蛮开心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也会盯着这个数据看，我就拿这个订阅量来讲吧。如果说你具体到每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机缘巧合打开手机刷了一下数据，一看，哎呀，订阅量的数据下降或者怎么样。如果完全沉浸在这个场景里面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啊，就是不管这个时候它的数据量涨得有多么的好，你都会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不满足啊，除非是直线上升的那种爆炸性的，那个可能会令你当下开心一下，否则就是平稳上升，你也会觉得不够，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呢，一旦你放长眼光，你去看一下，扪心自问一下，比如说我就有的时候做这样的选择，有的时候我专注在这一天的数据当中，我觉得哎呀，今天这个订阅量好像没怎么涨嘛，但是我一旦去看过去的1个月的时间，一看，哎呦，这1个月涨了500个，问问自己这个数据自己满不满意？挺满意的了。如果再回到我的频道初期，大概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，一共只涨了30个人的订阅啊。那现在这种增长的方式，其实也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了啊。所以说，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这种看待事情的心态吧。特别是，你如果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，或者最近生活不太顺利的话，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小的技巧，就是你要放长眼光来看。其实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的，就是，很多时候你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，就觉得，可能活着都没有意义了，人生不值得的时候，然后你去想一下，如果现在生命真的没有了，或者是当你100年之后，如果真有灵魂飘升的这种情况存在的话，那你想象一下，你100年之后，你的灵魂飘升，你可以任意的掌控时间，做这个时间穿梭，但是不能往后窜，只能往前窜。就是在你0岁到你死亡这段时间里面，你可以灵魂随便穿梭，因为你已经100年之后了嘛。
那么我们就是我经常利用这种方式去假想一下，那么你正好就穿梭到了此时此刻，你觉得人生不值得啊，活着都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刻，你穿梭到这儿，你从天上往下看着自己这个时刻那种沮丧、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的时候，你是觉得活着好呢，还是死了好呢？啊，我不知道各位啊，但是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抑郁症啊之类的一些心理疾病的话，一般大部分我觉得正常人还是会觉得活着好，而且你会觉得，以那样的一种视角去看待自己当时的低谷，你会觉得还蛮有意思啊，而且还蛮有意义的。起码我个人是有这样的感觉啊，我只是分享给各位。其实我用这种方法度过了最近几年人生蛮多的低谷期的。那一旦你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你用这样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一下，你会觉得好很多啊，最起码你在心理上会好很多。我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这种宇宙视角，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头上被降下来了一个天大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你就觉得哇，这个怎么这么难的一个东西，这么大的一座大山压在我身上。但很多时候如果你换成宇宙视角，当然这个需要你有一些天文学知识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么点天文学知识你也很容易获得嘛。就你很简单啊，你想一想，地球有多大？那它在太阳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？太阳系在银河系当中处于什么位置？而银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？整个地球在宇宙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然后你是地球上的一个人，你现在觉得你遇到了天大的事情 ，so what？ 又怎样呢？这是开篇有感而发，这个不是我提前准备的，就是本来想跟大家寒暄一下啊，聊着聊着就聊到这儿了。这就是聊天节目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吧。好，那言归正传啊，今天跟大家聊3个话题，一个是关于 Apple ID 的数据迁移啊，都是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提取出来的啊，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刷脸诈骗和 FaceTime 诈骗的这个话题，我想再延伸一下，还有一个关于买这个二手的这个 iPhone 的时候又出了一个新名词叫权益机啊，这个之前我没有提到过，也是有用户留言，我自己再去学习，然后我看了一下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成果啊。那在聊第一个话题数据迁移之前啊，也要感谢一位观众对我那一期刚刚换相机的节目，就是那期爆火的节目啊，前5分钟都是聊我换相机了，我的这个场景换了。他呢给到了一些建议啊，比如说他说这个人物显得还是大了一些，建议离远一点啊，说背景呢可以有一点色彩，虽然是科技节目，但是有一点东西看还是也挺好的。再一个建议我呢用领夹式的麦克风，不要用这种大的麦克风，可能影响画面等等啊，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建议。您这些建议呢，其实都非常好。我在搭建这个摄影棚之前都考虑过，但现在之所以没用呢，其实，每一个都是有一些原因的。您比如说这个话筒吧，我不是没有领夹麦啊，我有3个大疆的这个就是无线麦克第2代，有3个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这个 Osmo Pocket 3买的是套装，本身送了一个，然后我自己呢又买了一套。就是完整的2个发射器带一个接收器的。那这个呢，一般我是在外景录节目的时候，就是不在我这个摄影棚录节目的时候，我会用它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为什么用这个话筒？其实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外景拍的那些节目的收音效果，大疆算非常不错了，但是跟这个麦克风相比呢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我比较在意声音，因为你看我这个频道的名字嘛，就是以 podcast 开头，以做播客为初衷啊，只不过呢，在 YouTube 上用这种口播的方式做播客，它有利可图嘛，就实话实说啊。那所以对于声音来讲，我还是比较在意的。那么就牺牲一点画面来换来一些更好的声音效果。我也不止一次的建议我的观众可以用纯听的方式来陪伴您通勤，陪伴您
做饭、做家务，陪伴您睡觉啊，陪伴你这个健身等等等等啊。这个是我个人在听其他的 YouTuber 节目的时候也是采用这种方式，所以我觉得 YouTube 会员比较重要，因为你花钱买了会员之后，你可以熄屏播放，就是只看声音，手机屏幕熄掉也省电嘛。那这是为什么这个话筒一直没改啊？那说背景，其实我也想换成那样您说的那样的背景。我知道很多 YouTube 频道都是用这样的背景，但我为什么不换？因为说白了没这条件嘛。我如果把后面打亮的话，你会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画面，是因为太难看了，然后我也懒得在后面布置，所以干脆得了，咱们就都黑吧，好吧？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会沿袭这样的一种风格哈。那关于这个人在里面太大的画面呢，这个就也没办法，因为没钱买第二个相机嘛。我也讲过，这个大广角不太适合拍这种口播的节目，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最近2期的节目其实又进行了一些裁剪和重新的安排，包括今天这期节目呢，也是你们可能看到画面的变化不大，但是其实我整个的布局都全部的重新改过了啊。我这个后面的小伙伴也是重新调整了位置，那所以说呢走着看着吧，好吧。这个是感谢这位观众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也想再多说一句，就是也有一些观众说我这个视频一直开 HDR，不太有必要。我知道啊，我是口播的节目，所以我挂这个话筒也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口播的节目画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内容好啊，其次呢声音好一点啊，内容首先永远是第一位的啊。那这个就是说 HDR 是怎么回事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HDR 啊，我觉得 HDR 跟从标清到高清，从高清到4K 一样，它也是一个未来一定会稳定下来的技术进步，只不过现在呢它处于一个发展期，所以说很多的屏幕对 HDR 的设备支持并不好，而且 HDR 的标准本身呢也不是非常的统一，这造成了有很多用户在看我的 HDR 节目的时候就会觉得太亮了。那其实这个话题我在有些节目当中也提到过，我愿意相信是很多的手机厂商在卖给你手机的时候，为了参数好看，你们可以回去感兴趣的话，回去看一下我评测那个 AR 眼镜消费类的 AR 眼镜的那期节目，我就提到那个 AR 眼镜里面的 HDR 屏幕，我真的觉得晚上用不了，太亮了。但是在卖的时候，它不会告诉你我这个屏幕最低亮度多少，它永远会告诉你我最高亮度多少。这个就像相机的这个像素一样的，它永远告诉你我像素很高，但它不会告诉你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色的啊。那所以说一般来讲，我认为您是3-5年之内的 iPhone 用户的话，应该不会存在这种因为 HDR 刺眼的问题。但其他品牌的手机我不太确定了啊，因为我自己用 iPhone 我是知道的， iPhone 的屏幕亮度是可以绝对降到即便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也不会刺眼，即便是 HDR 视频。那这个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也再给大家做一下澄清。所以呢以后我的视频还是持续会坚持 HDR 的版本啊。好了，那13分钟聊过了，现在开始聊正题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来聊一下数据迁移。很多留言在问哈，就是我现在有2个 ID， 有2个 Apple ID， 所有的我的数据都在其中一个上面，那现在我想把它转移到另一个上面怎么办？我留言也回复了，它没有官方的方法啊，官方没有给你提供说2个 ID 之间可以传输数据，没这功能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作为用户来讲，我只能拿一台设备作为传输的中介。因为你设备是可以退出跟登录的嘛，那这种时候你所有的信息都在这第一个 ID 上的时候，你先登录这个 ID， 把 ID 上所有的包括 iCloud 上的设备都下载到这个手机本地。就比如说你的这个 iCloud 的照片，你如果想转移的话，你就不能选择这个优化存储空间，你要选择下载并保留原件啊。总之就是利用各种办法把所有的数据都下载到你这个手机本地，然后把这个 ID 退出，然后再登录一个新 ID，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新 ID 就会把你手机本地里面的内容再次的同步到你的云端。那这个大概的思路就是这个样子。